Hello，大家，我是林优，又是非常长的一段时间没有更新影片了。但是今天呢，我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一直以来都非常喜欢的抹茶。因为呢，我发现最近亚洲也是掀起了一股抹茶的热浪，所以身为抹茶控的我呢，非常的想跟大家分享我喜欢的抹茶，然后跟一些小知识。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如标题所见的丸九小山园这个品牌。那我会认识这个品牌呢，也是因为很久以前，我大概是高中的那个年纪开始喜欢上抹茶的甜点。那个时候我还记得东区有流行一个抹茶专卖店，记得那个时候很红很流行的一个甜点，好像是一个蛋糕在下面，然后下面是一个铁盘蛋糕跟一球的抹茶冰淇淋。那个店员上点的时候，他会再淋一个抹茶的酱。所以呢，那时候我的生日愿望就是跟我同学他们去吃抹茶专卖店这样。这个大概是我最印象深刻的那时候喜欢抹茶的时期。后来呢，开始对抹茶会比较刁钻吗？不管是饮品还是甜点，比较不喜欢那么甜的抹茶。那时候会认识小山园这个品牌，就是因为我发现我喜欢的甜点好像它都会标注它是使用小山园的这个抹茶粉去制作的甜点，我好像会觉得比较好吃。比较客观的来说的话，应该是它的味道会比较抹一点，所以比较抹就是甜度比较低，然后抹茶的苦味香气也是比较明显。所以我就发现有标示小山园品牌的抹茶好像就是我比较喜欢的。认识了之后才知道哦，它的全名叫做丸九小山园，它主要就是一个很有历史，然后也有很专业的传统技术种植的抹茶。今天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品牌跟它的抹茶粉的种类，还有很重要的就是我在前年的时候有去他们的工厂参观的一些小故事、小知识可以跟大家分享。那先说一下为什么我会去小山园的工厂参观。那个时候我记得是有一天我跟我姐，就是我要去找她，她知道我很喜欢抹茶，所以她帮我约了一间士林的抹茶专卖店。然后那个抹茶专卖店就是认真是在喝抹茶，有认真在算的那种哦。反正那个时候我们就去了，跟我姐就是边吃边聊。我姐那时候就是在 Google 他们的官网，然后就说，他们有一个可以直接到现场去参观，看他们种植然后制作抹茶的这个过程。我姐也是一直积极的推荐我一定要去，她就说你爱抹茶，你一定要去那个工厂参观啊，一定要去。这个参观也有中文的导览，所以我就写了 email 报名。反正对方就是说一定要2个人才可以成团。我那时候刚好有个假是很临时的，但因为身边就是没有人可以陪我去，所以也没办法。那如果2个人没办法的话，他可以帮我安排在英文的导览里面。所以呢，我就报名了，然后也订机票，然后就非常期待那一天的到来。那在这中间，我也是自己在那个脸书社团，因为就脸书社团有独旅可以找旅伴的这种社团，然后反正我就在上面找说有没有人有兴趣想要跟我参加这个1日的体验，然后要去到这个工厂，大概登了我不知道有没有半个月、1个月，反正就没有任何人。后来小山园的官方有寄信给我说，目前就是他们也没有收到有人要报名那一天的中文导览，所以就没有办法，我只能去英文的导览。那一天的行程就是我要先从台湾到大阪的机场，然后再到京都，再搭到一个小站，搭计程车才可以到那个工厂。反正就是在搭计程车的这一段时间，我就是整个大卡住。我一出站之后没有看到任何的计程车，然后就想说，不然叫 Uber， 就 Uber 也叫不到。想说好吧，那不然我只能让边走，看一下有没有可以拦的计程车。所以我在那边大概晃了10几20分钟吧，然后就是一台计程车都没有拦到。然后那时候就是超级无敌慌张，就觉得日本人一定想说这样迟到，就是他们一定很守时，很有这个时间观念，真的就是超级无敌紧张。早上6、7点到大阪，车程我都是在睡觉，但也睡得不好，非常疲惫，然后脑袋有点不清楚的状况。后来我就又回到那个工厂，然后才看到远远的才看到怎么有计程车，怎么有人在搭计程车，那我才知道哦，原来车站外面就有一个可以等计程车的地方，只是我出站的时候没有任何人在等，也没有计程车经过。那个就是一个小站嘛，不像我们一般一出去就有计程车在那边等，就是觉得啊，这可能是太小站了，所以没有这计程车的位置。总之结果是有的，所以如果大家要去那个工厂参观的话，一定就是在外面乖乖等计程车就好了。后来就到那个工厂之后，有顺利的参观，参观的过程我觉得都还蛮顺利的。非常值得拿出来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个导览员居然是台湾人。那时候知道他是台湾人的时候，整个就是心情很复杂，因为刚才前面讲的那些经历种种，一直连环搭车，然后一个人在那边还要看地图，然后搭车，然后寄行李，然后又搭不到计程车，然后整个一连串东西。整个导览结束之后，才知道原来他就是一直以来跟我对 email 的那个
个人员。那时候我就心里非常的想要跟他畅聊，但是我知道不要打扰人家，对，所以就大概只知道他是台中人。我觉得他就是在我那一天里面带给我非常多的温暖，因为那时候我就是一个人要出发前，我是觉得好像我干嘛要独旅哦。那时候我记得我跟我男朋友说好后悔哦，这个当下非常的害怕，加上一连串的行程，经历了10道这个心理的压力，导览的这些过程，我都觉得导览员非常的温柔，已经让我心情平复不少了。然后加上导览前面会先看一个影片，所以那个影片我就没有看到，然后那个导览员就非常温暖的问我说，我们有个这个影片，你有想要看吗？所以我就把那个影片看完了，然后我就心里非常的感激这个工作人员。现在就是扯得非常的远，但是这个故事就是跟玩酒小山园有关，所以我就非常想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推荐大家一定要去这个工厂参观。现在我就要来开始进入我们的正式主题，让大家认识一下这个在抹茶控的心中，觉得应该前3名会有这个品牌，所以非常重要，大家一定要看完。那我们就来聊聊为什么大家都那么喜欢丸酒小山园的抹茶，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丸酒小山园的品牌的故事，厉害的技术。最后我会跟大家分享要怎么挑选适合自己的抹茶，这些都会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首先呢，就是要先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丸酒小山园这个家族的历史。时空背景呢，就是在江户时代的元禄年间，大概是1688年，非常非常久以前。这个创始人老祖宗他的名字叫做小山久次郎，在宇治的小仓这个地方自己种茶，然后自己制茶，那这个就是丸酒小山园的起点。到了第4代的时候，他们开始自产自销，然后到了第8代的元次郎，对品质非常的追求，也非常的坚持，品质就是一切。他们的座右铭就是做出品质至上的茶，所以才可以得到那么多爱茶人的支持跟喜爱。那大家有看到这个品牌的 logo 的话，它是一个酒的这个字，然后画一个圆圈。酒这个字不只是刚才提到的小山久次郎的名字，它还象征着永久跟永恒的传承。然后这个圈也有意义，代表不需要语言就能传达的真理跟圆满，一个原相的概念。那我们来开始讲一下厉害的地方，我们就先不讲技术，我们先讲一下客观的认证有什么。主要有3个，因为古时候的日本喝抹茶是一个奢侈的行为，就是只有官员们啊、武士贵族才可以享用这个抹茶。丸酒小山园呢，供应给德川幕府跟各大方的诸侯，还有包括其他武士贵族享用的这个御用茶，算是他们品牌地位一个很高的象征，这是第一个认证。那第2个呢，就是它也是很多茶道宗家的御用茶。日本其实有很多有名的茶道家族，最有名的就是3000家，第1个是表千家，第2个是里千家，第3个是武者小路千家。这3个茶道专家虽然都是使用抹茶，但是他们对点茶的手法，就泡完抹茶之后表面的那泡沫量，他们要求的是不一样的。还有点茶的道具、礼仪的动作，这个可以讨论的东西非常的多。所以今天就是先回到丸酒小山园这个品牌来说，主要呢，丸酒小山园的工作就是配置他们专属的抹茶，那这个抹茶就可以冠上这个流派的名称，所以这个在茶道界也算是一种最高权威的象征。那第3个认证呢，就是神社跟寺庙的专用茶，比如说我们很常见的金阁寺、清水寺。那为什么这些神社寺庙需要用到茶呢？第一个就是供奉，每天的早晨他们会供奉比较顶级的茶给神明，还有就是在修行的时候他们会禅坐嘛，禅坐的时候他们为了要保持清醒，就会喝抹茶来提神。第2个就是举行重要的佛教祭典或法会的时候，他们也会需要用到这个抹茶。丸酒小山园在这里面的角色就是这些神社寺庙的指定供应商，说明他们的抹茶是被神明跟佛祖都可以感应到的纯净跟庄严，算是他们的一个认证。这样子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时候在参观工厂，当然有特别讲到他们就是在过去筛选抹茶的茶叶的时候，会人工用手一片片挑选茶叶。如果是制作给皇族或者是天皇比较高级的抹茶，他们就会用筷子挑选。那现在当然就是一般的挑选茶叶都是以机器来取代的，他们现在就是好像会用大的电风扇去吹，然后把叶子吹到比较高的地方，根茎部的地方因为比较重，所以他们会自然的掉在下面，是以这个分类去把叶子挑选出来，这是现在的状况。他们厉害的地方就是厉害在他们还是有保留这个用筷子夹茶叶的这个文化，只是它会用在一些比较高级或是比赛的时候才会用到抹茶。听到这里的时候，大家应该就已经对这个品牌有一个概念了，就是客观因素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品牌，不只是将军喜欢，茶道专家还有寺庙都会需要他们供应抹茶。那刚才就是有提到他们有3大御用的这个认证嘛，在看抹茶的名字的时候，可以稍微注意一下，结尾是日文的 no 跟喜这个字的
话，代表说他们可能是给贵族使用、茶道使用比较高级的抹茶粉，就会在命名的后面加上“蓼席”这2个字。所以包括晚酒小山园还有益宝堂，他们有一些抹茶粉的后面就是会写上蓼席。大家如果想要喝比较品质好一点的浓茶，就可以优先选这个蓼席结尾的。我们讲完了客观的因素，就是它有这个3大认证之后，我们来聊一下茶叶的本身到底多么的厉害，会让这么多人喜爱。那我就整理了3个关键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就是腹下栽培，这个技术就扎扎实实的是源自于日本宇治当地。抹茶其实是从中国传进来的嘛，所有的抹茶就是一般的种植方式。后来有农民发现说，在大树底下就是有树荫嘛，然后种出来的茶叶喝起来比较不那么苦涩，茶叶的颜色又更翠绿，所以他们就发现说，这样子的抹茶品质又更好了一点，所以他们才开始了这个技术。那这个技术呢是非常传统的，现在很多的茶园已经没有在用这个技术了。那这个传统的技术会用稻草这个原料，然后盖在茶园的上方，然后让阳光比较直射茶叶。但是呢，这个技术非常仰赖工人，而且工人在搭建这个稻草的时候非常的危险，有时候会摔下来就受伤。所以现在的日本大概只有3到4家的抹茶茶园会做这个工程。那比较多的茶园都会改用合成纤维去代替这个稻草遮蔽茶叶，除了比较安全之外，也比较便宜又方便。但是他们的缺点就是他们遮光的效果就没有稻草那么好。使用稻草的话呢，稻草掉下来，它可以变成一个天然的肥料，然后让下一次的抹茶长得更好。可是如果是用这种合成纤维的黑布的话，可能就没有办法。所以呢，晚酒小山园厉害的地方就是它还保留遮蔽的技术，然后会在每年的4月中旬到5月中旬为茶园遮光，所以采收前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程。这样。再来就是第2个，他们会使用天然的石磨去磨他们的抹茶粉。其实现在很多抹茶粉都是用机器这样子自动磨，对温度来说没有办法像石磨一样那么好掌控。高温的话就会让茶叶变得比较黄，色泽就没有那么好。所以天然的石磨不会像机器一样那么容易产生高温，保留了茶的翠绿跟它们的清香味道。但是它的缺点就是会研磨得非常慢。那时候在工厂里面参观的时候，它就有一个石磨的，就是你可以现场去磨看，那个就是真的非常的花时间，转一圈不知道要花几秒。石磨就是2个大片石头把抹茶的茶叶磨成粉状，磨出来的抹茶粉是不规则的圆形，但是它是圆润的，所以在涮抹茶的时候它就会比较均匀，涮出来的泡沫就会像鲜奶油一样比较绵密。然后知道它的粉质好不好的时候，你可以沾一点抹茶粉，然后在指缝里面稍微搓一下，如果是粉末状的话，代表它的抹茶品质非常好。像是我们打开小山园的抹茶，它都会很像抹茶的烟这样子飞出来，那个就代表它们的品质非常的 OK。所以石磨的优点大概就是温度控制的比较好，口感上会比较圆润，香气会比较明显。那第3个呢，厉害的地方就是它会使用科学数据。大家听完刚才的这些介绍，应该会觉得小山园就是一个非常遵循传统、非常有文化，每一代都在进步，所以他们现在使用的科学数据也是不少。第一个就是理化检测，他们会用雷射的仪器去检测我们刚才说的粉末的细致度，然后会用红外线去测水分。那第2个呢，就是他们有一个全黑的品鉴室，它是在一个完全黑的小房间里面，然后上面摆了一些茶叶。目的呢，就是因为他们觉得人类的眼睛非常容易受骗，就是如果看到比较翠绿的抹茶，我们就会直观的认定它是好喝的抹茶，就跟我有点像。毕竟是制作抹茶的人，所以他们会再更严格一点去品鉴他们每一个抹茶。他们呢会为了要让每一罐该有的味道应该是怎么样，他们每一年都会重新调整一次。因为虽然是同一个茶园种出来的茶，可是他们可能会因为每一年的日照或者是降雨量，所以抹茶的味道会有一些不同。所以这个时候他们的品茶师就要像是调香水的人员一样，要去调配出每一个抹茶该有的味道，让每一种抹茶的味道跟往年都是一样的。所以他们为了让自己不要被眼睛误导，所以他们开了这个全黑的品鉴室，然后会把灯光调暗，有点盲测说这个抹茶的味道怎么样搭，单纯的去靠这个味觉跟嗅觉、舌头的味蕾，然后去感受这个抹茶，让抹茶是维持在该有的品质里面。那在味道都已经调到完
完美之后呢，他们就会用雷射的检测仪去评估粉质的细腻度，然后会用红外线去测它们的水分，也会用光谱色差计去对它们的数据，把传统的技术结合现代的科学实验，会让他们的抹茶是一直以来都维持在一个稳定的品质。所以呢，通整下来，第一个就是覆下栽培遮光的技术，第二个是天然的石磨技术，第三个重视科学的数据。主要这三个集结起来就是个品牌的厉害的地方。那接下来呢，我要来跟大家分享要怎么去挑选他们家的抹茶，因为他们家的抹茶就是种类非常的多，像我们常见的青蓝50-0、和光、云鹤，然后跟天寿这些他们常态贩售的抹茶之外，他们还有分茶道宗家、寺庙御用的抹茶，就是种类非常的多。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抹茶新手的话，其实可以从我刚才讲的抹茶去入手就可以了。那你可以看到金轮以上都有一个绿点点，那代表它是浓茶的意思。薄茶跟浓茶喝起来的口感会有点不一样，就是浓茶的话很明显颜色就是比较深绿色，喝起来就会比较稠一点。常见是在日本的茶道宗家接待客人的礼仪，代表他们非常重视这个客人这样。那在这个目录里面，我自己喝过的就是只有青蓝跟50-0，还有和光跟云鹤。就我自己喝下来的话，我觉得青蓝跟50-0的海苔味会再重一点，苦涩的味道也会比较明显，就很适合拿来配牛奶制作成抹茶拿铁。那和光的话，它就是有一点介于中间，它是在晚酒里面品质算是最好的薄茶品相，不苦不涩，然后会有点回甘的味道。我觉得拿来单喝抹茶的话是非常好喝，也是非常的顺口。那我刚才有提到这个海苔味的部分，正式来说的话，它应该要叫做脂味，日文的话叫做无妈咪。讲说这个抹茶鲜不鲜，晚酒小山园的抹茶跟其他品牌的抹茶比起来，这个脂味无妈咪的味道真的是非常的明显，代表说它的茶叶里面保留了很多茶氨酸。那这个茶氨酸就是我们刚才前面讲到的，它是透过遮光技术才可以保留住这个茶氨酸。然后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晚酒推荐的喝薄茶，就是单喝茶的比例，我觉得这个比例就是真的是刚刚好。那我现在手边的话只剩下云鹤跟和光，早上是喝云鹤，然后我是算薄茶喝的，喝起来的话真的是品质很好的抹茶，没有什么苦涩的味道，很顺口。回甘的味道我觉得没有到很明显，但是喝得出来是品质好的抹茶。无妈咪的味道觉得一点点有，但是是我可以接受的那种。我其实有一点没有办法接受50-0跟青蓝的无妈咪的味道，因为我觉得那个海苔味真的是有点强烈。我那个时候把2瓶40ml喝完，都是配牛奶喝的。配牛奶之后我就觉得一切都很 OK。和光的话，就是我刚才说的，我觉得它很适合拿来单喝，然后也很适合拿来加牛奶。上次加的牛奶，我觉得那个牛奶超好喝，就是虽然它是品质好的薄茶，拿去加牛奶有一点浪费，但是它加牛奶之后，我真的觉得很完美，就有一点像是在吃那生巧克力的感觉，只是改成抹茶，就很像在喝生抹茶。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一种甜点，它是上面会应该是奶油，然后上面撒抹茶粉，所以你吃到的味道就是有点滑顺的那种抹茶酱的感觉，但是又没有酱那么油。反正呢，品质好的抹茶它就是苦涩的味道会比较少，回甘的味道会比较多。小山园的特色就是它无妈咪的味道会比较明显，因为它有遮光技术的关系，所以茶叶的部分可以保留很多的茶氨酸。茶氨酸对我们的身体是好的。大家如果要入门选的话，如果你只能买1瓶的话，推荐50-0。那如果你很明显的就是想要单纯喝抹茶，不要加牛奶的话，推荐的就是这个和光或是云鹤。虽然说这个云鹤它是浓茶的系列，但是它泡薄茶也是 OK 的。比例的部分再讲一次，1.5公克的粉，70ml的水，水温70到80去算，这样就 OK。推荐大家一起加入抹茶的这个行列。今天分享这个晚酒小山游，下次想要跟大家分享另一个牌子叫做益宝堂。益宝堂也是我蛮有兴趣的一个品牌，然后现在那个抹茶粉正在等待我的开箱，非常期待喝益宝堂的抹茶。然后如果大家想要了解益宝堂的话，也欢迎大家留言，然后我会尽量的就是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些抹茶的小故事。然后如果你也有什么抹茶的心得可以分享的话，也欢迎你们留言，我们可以一起进行一些抹茶的交流。最后呢，就希望大家喜欢我今天的分享，然后把这个影片分享给也喜欢抹茶的朋友们。那就先这样啦，拜拜。很可惜我手边的青蓝跟50-0都被我丢了，然后没想到在1年多后的现在完全买不到。